如果你经常会感到失落不开心，会有很多压抑的情绪在内心当中无人诉说，那一定不要错过接下来3分钟的心灵之旅。我要带你在潜意识当中去疗愈自己，释放你的情绪。在接下来的体验中，有2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接下来的体验你会非常安全，所以你需要对我完全的信任。第二个，每一次心灵之旅是与潜意识沟通的绝佳时机，所以请你放松和专注下来，先点赞后体验，养成好习惯，开始今天的心灵之旅。请你在一个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可以躺下，也可以坐下，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感受一阵的放松进入到你的双眼。有一团白色的光芒正在你的眼前，会让你感到温暖或放松。它会从你的头顶进入你的身体，每经过一个部位，都会将这个部位马上放松下来。白光会进入到你的额头，放松你的五官和脸颊。白光会进入到你的颈椎和肩膀，越来越放松。白光正在进入你的胸腔，平稳你的呼吸。白光进入你的小腹，温暖你的肠胃。白光正在放松你的双臂和双手，也在放松你的双腿和双脚。白光会从你的脚底缓缓地流出，带走所有的疲惫和压力。白光正在慢慢变大，在你的面前变成一扇白色的大门。请你观察这扇门的样子和它的特征。当我数到3，你会用你的方式进入到白色的门中。在门的背后是你梦想中的城堡，城堡中是你梦想中的样子。1、2、3，城堡是什么样子？是什么颜色？请你仔细观察。在城堡中，第一个吸引你注意力的物品是什么？请你带着这个物品去寻找最吸引你注意力的房间。当你找到这个房间后，请仔细观察房间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征。在房间中是否有人在等你？这个人是谁？他长什么样子？当他看到你后，有什么样的情绪呢？我会给你一点时间，请你和他一起将这个房间改造成你们最想要的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释放掉所有的情绪，专注于打造梦想的房间，而它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改变。请你仔细观察它的变化。一种内在的力量会在你的心里升起，你会记住这个房间所改造的样子，以及内心中所升起的力量。每当你想起这个房间，都会感受到力量的存在。请你仔细观察它的变化，也可以将一切分享给我。当我数到3，你会带着最放松的感受回到现实来。1、2、3。本视频建议反复疗愈使用。朋友们，相信大部分人呢，都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绝大部分的重病和慢性病呢，其实都是来源于情绪。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觉知到某种情绪时，它其实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了。我就做一个整理，帮你对情绪的产生，在你体内的运作机制，以及它是如何毒害你的健康，导致你身体的变化，都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并且最后我还会告诉你，应该如何去正确的面对情绪，化解情绪，以及怎样清理自己已经积压在体内的情绪。首先，情绪是怎么来的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情绪呢？其实，不管是人还是比较高级的动物，当头脑感知到危险或者受到威胁时，
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会自动地触发身体中的一个反应系统。这个系统呢，就是专门负责让身体瞬间释放出像肾上腺素和压力荷尔蒙这样的化学成分的。因为这些东西会带来一系列迅速的身体反应，而这些身体的反应和变化会帮助生物体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好应对危险或者逃离危险。而这一整个的反应过程是自发的、瞬间的。如果我们以生物本能的视角来看，那它对这个生物体来说的确是有利的。我举个例子啊，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一只兔子正在吃草，突然这只兔子发现有一只狐狸正在旁边盯着自己，并且向自己步步紧逼。然后呢，兔子的这个自动化反应系统就会立即自发地进入到了警觉状态，它立刻触发了兔子身体中的化学变化。很显然，这些化学变化给兔子带来了额外的力量，可以帮助它成功地逃跑或者战斗。当然，面对狐狸，它自然会选择逃跑。如果这只兔子随后安全地返回到了自己的洞穴中，也就是危险被解除了，那么这个系统就会自动地放缓，随之也恢复到自然平静的状态。兔子呢，也从刚才的紧张中跟着放松了下来，它并不会在体内挤压任何的化学毒素，也不会留下什么心理阴影，晚上吓得睡不着做噩梦，更不会因此而变得精神不稳定，产生像焦虑、抑郁、自闭等等的心理问题。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兔子在紧急情况下产生的所有化学物质都已经在刚才的危险应对中被合理的使用掉了，不是吗？所以兔子的身体是健康平衡而且放松的。但是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却做不到呢？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的人正在被这个自动反应系统困扰？有这么多的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心理问题。难道是我们人类的身体还不如一只兔子吗？当然不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系统也曾经很好地帮助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不是吗？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以及在环境不断变化下被滋养出来的那个头脑中的自我的生长速度，要远远快于人类基因演化的速度。今天我们早就已经不需要面对像生活在原始社会的祖先所面对的那么多来自外界的危险了。但是在人类疯狂发展的这几千年里，在我们的头脑里却不知不觉地滋生出来了一个叫做自我的东西。这个随着五蕴的纠缠而生出的我，虽然强大到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支配我们的头脑和身体，代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但是骨子里却是无比的匮乏和脆弱。所以今天我们叫它小我，而被这个小我支配下的头脑会随时感觉到被外界挑战、威胁、伤害和受损。注意，最关键的来了，这个小我的感知依然会触发我们体内的那个自动的反应系统。所以这个系统放在今天来看，反而会给我们制造出了更多的问题和麻烦。它会让你时常地处在和那只兔子一样的要么逃跑要么战斗的紧张状态里。然而在如今的关系社会、法治社会里，你又怎么能够说战斗就战斗，说逃跑就逃跑呢？打比方啊，比如今天你在公司被老板骂了一顿，你的小我当时就感觉到被攻击了，它驱动着你的身体，
释放了必要的化学成分，来帮助你战斗或者逃走。你也感受到了在自己身体内部发生的一切变化。但是你能一拳打在你老板的鼻子上吗？你也不可能对他说对不起，我现在感觉到被你威胁了，我需要绕着办公室跑几圈释放一下。你甚至连逃走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还有房贷车贷，孩子的补习费要交呢。于是你只能选择压抑自己当时的身体反应。事实上，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或多或少地做类似的事情，不是吗？这些自发反应就如电光石火一般，我们常常迅速地把自己的情绪反应强行压制下去，甚至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毫无觉察。但是记住一个事实，无论你怎么压抑，这个系统都会照常运作。我们头脑里的那个小我对他认为的威胁和侵犯的反应也是自动的，就和呼吸一样，只要它正在支配着你，那么你就无法阻止它。毕竟一些额外的化学成分已经在我们的体内被释放出来了。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我们的身体一直都在被这个系统所影响。同时你的身体也会在一些激烈的反应中出现相对应的物理反应，比如心跳加快、面红耳赤、血压升高、胃部痉挛抽搐、头皮发麻、呼吸急促等等。因为为了迎战你的身体，把本应该输送到其他系统的血液和氧气都暂时集中在了能让你瞬间狂飙起来的身体部位。这些在你身体内部产生并且涌动着的能量和你生理的感觉，我们就称之为情绪。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环境越来越复杂的今天，被在小我支配下的头脑所触发的情绪自动反应系统，也早就不仅仅是会产生出恐惧和愤怒这两种情绪了。在被称之为末法时代的今天，所谓的负面情绪的范畴也已经发展衍生出了例如抑郁、焦虑、嫉妒、自卑、怨恨、烦躁、悲伤、寂寞、失落、空虚、绝望等等一系列的不同频率的能量和不同的生理感觉。当你听到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可以从一个更加中立、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情绪了呢？我们大部分人面对情绪呢，一般都会选择压抑和宣泄，但是呢，很明显效果都不太好。其实呢，所谓的压制情绪，也就是情绪管理，它是个最大的伪命题。因为情绪的本质是流动者的能量，能够管理和控制能量的人，那是电影里的有特异功能的人。你认为自己正在管理情绪，但实际上呢，你只是在用所谓的理性和道理去压制和对抗你的情绪，无非是你的头脑在以各种方式来告诉你，我现在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这样不好。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某种情绪能量开始在我们的体内流动，是因为我们的系统被外界触发了某种自动化反应的结果。对于基因的记忆和既有的业力纠缠来说，哪里有什么不应该的？当我们开始压制和对抗情绪时，那些在我们体内被自动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它们在没有机会履行自己的职能，同时也没有被转化掉的前提下，就只能继续地停留在我们的身体里了。而这些未被使用的化学物质，在我们身体系统中的游走是有毒的。你现在身上的一些慢性疼痛和疾病呢，它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压制自己的情绪，
其实就是一种对身体的自我毁灭。那么除了通过所谓的情绪管理去压制自己的情绪以外呢，还有另外一种我们在面对情绪的时候经常会采用的方式，那就是直接将情绪宣泄到他人的身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面对自己的情绪时，基本上就是这两个选择。但是当你选择了宣泄情绪的时候，不管你承不承认，你都在无意识地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在面对触发你反应的罪魁祸首时，如果对方比你强大，那么你大概率就会选择压制自己的情绪；如果对方比你弱小，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你有恃无恐，那么你就会选择宣泄情绪。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你会在公司里把你的情绪宣泄到你的领导身上吗？你会把情绪宣泄到一个凶神恶煞、有明显看起来比你强壮的人身上吗？我想你应该都不会吧。你大概率呢，还是只会选择自己的家人、孩子、员工，甚至是餐厅的服务员，给你送快递的小哥等等，这些明显看起来比你弱小，或者让你有恃无恐的人，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不是吗？有时候呢，会在言语上进行批评、侮辱、威胁，还有时候甚至会歇斯底里的怒吼、打骂，甚至摔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所讲过的内容，你就会知道，这是因为你内在的某个小我认为自己受到了外界的伤害和威胁，然后呢，在他的支配下，你的身体立刻进入到了一个战斗或者逃跑的状态，然后紧接着就是在这个自动化的反应之下，你的身体随之发生变化，也就是很多化学物质会瞬间的产生，其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你更好地完成眼前的战斗。但是问题来了，除非你此刻呢，真的正在面对某个突发的意外或者灾难，这些情况当然会让我们体内的这些化学物质呢，被合理的使用掉。但是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事实上，我们要么选择在当下用理性和道理去压抑自己的情绪反应，要么选择直接对对方宣泄自己的情绪。比如当你面对孩子不好好写作业，又在偷偷用手机打游戏时，你的小我呢，会认为这是对你的一种欺骗和伤害，这是对你一直以来辛苦付出的恶意回应和挑衅。然后你的系统经过自动化的评估，认为你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无需逃跑，于是你选择了所谓的战斗。但是这个战斗已经和你基因中所书写的真正面对生存上的某种危险和威胁时需要进行的战斗大相径庭了。你和孩子的战斗，其本质上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宣泄。然而这种对情绪的宣泄呢，并不会让你体内的情绪释放掉，或者被转化掉。如果不信的话，你完全可以留意一下，当你对他人宣泄情绪之后，自己的身体都是什么感受。比如当你对你的孩子或者伴侣怒吼后，如果你立刻去觉察自己的身体，那么你就会发现，你其实并没有像刚才我所讲过的那个兔子一样，立刻可以回到平静放松的状态。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脏依旧在快速地跳，你的血液依旧充满你的太阳穴，你的全身依旧是紧绷的。这种愤怒和紧张的状态久久都不会消失。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会有一些人会在强烈的情绪宣泄中
诱发了心脏病或者脑部出血。其中的核心原因，就是刚才我所说过的，那些你体内的化学元素呢，都没被你合理的使用掉，宣泄情绪。本质上呢，只是你在强化你对于那个受伤小我的认同，这样呢，只会更加促进你体内的那些应激物质的分泌。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你并没有真的在战斗。所以啊，宣泄情绪是无法让你全然放松的。另外，在宣泄过后，你心理层面也不一定会好受。接下来会继续有新的各种各样的小窝出现，持续的通过内疚、后悔、自责等等新的衍生出来的负面情绪，对你进行下一轮的折磨。我想大家对此都深有体会吧。既然面对情绪压抑和宣泄都不行，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呢？是的，我们还有第三种面对情绪的方式，它是这样运作的：通过承认你的情绪，并对你的情绪负责，然后去直面它，安静地看着它，同时还要去觉察，在它背后的那个感到受伤、受威胁、受侵犯、受损失的小我是如何反应的。通过以上这样如不动的安静的观察，来让我们的意识重新连载。这个处理方式就是修行的范畴，它完美地印证了能量的守恒。当你最初的那个自动化反应被触发，也就是小我上线接管身体，然后在体内发生反应，紧接着你体内瞬间出现了流动着的能量。其实呢，这些能量恰恰就是来自你被系统吞噬掉，也就是被转化掉的意识。你要知道并且承认，你在这个反应的过程中，从有意识变成了无意识，这是一个能量转换化的零和博弈的过程。而我们要做的呢，正是通过观察，让转化再次发生。不过这次是让这些无意识的能量再重新的转化为我们的意识，这就是我说的重新让意识临在，也就是心经中的观自在。现在再拿愤怒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有人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了什么事触发了你的愤怒，通常你要么攻击对方，向对方宣泄自己的情绪，要么呢，你就会默默地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假装一切都风平浪静，岁月静好。但是现在，你还拥有了第三种方式去面对你的愤怒，那就是你首先要对自己承认，愤怒就在这里，这是我自己的愤怒，是我自己被触发的反应，我应该对此负责。当你一旦觉察到了自己正在体验着一种叫做愤怒的情绪，并且你同时认可了这是你自己的情绪，对方只是触发了我的反应而已，接下来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呼吸上了。仅仅如此，你就已经跨出了非常可观的一步。如果你能迈出这一步，相信我，你立刻就会感到情绪消失不见，因为由他人带来的对小我无意识的威胁，暂时就已经离开了。他在你面对情绪时，给你争取到了一个宝贵的安静空间，而这个空间，对你下一步要进行的，深入到潜意识层面，对旧有反应机制的观察，创造了前提和可能。我们当然可以成为情绪的主人，但是这必须通过觉知和关照它们，而非压制或者卷入其中。那我们该如何在情绪面前做出坚定如狮的关照呢？既然我们能觉察到天气的冷热，能意识到洗澡水是凉还是烫，能感觉到自己是否疲惫，
身体有哪里正在疼痛或者不舒服，那就同样也一定可以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因为情绪是流动在我们体内的一股能量，所以我们的身体必然会对它有所反应。那就让我们首先从关照自己身体的反应开始。现在我就正式地邀请你，随时对自己身体的反应保持觉察。其实很多时候，身体一早就给我们发出了信号，但是却一直都被我们忽视。最终这些身体的反应就一步步地演变为了在体内波涛汹涌、难以控制的能量洪流，直到把我们吞没。但是假如我们能在变化发生的最初，比如我们说话的声音开始提高，语速开始加快，心跳开始加速，呼吸开始紧张，不自觉地咬紧牙关，身体开始微微颤抖或者蜷缩，血液开始上涌到脖子和脸颊，又或者开始不自觉地叹气，眉头悄然地紧皱，嘴角开始紧绷向下，出现胸闷或者心慌，呼吸开始变得困难，感到疲劳，失去动力，没有胃口等等等等。当我们能在最初就对这些身体的反应有所觉察，投入足够注意力的话，那么我想你一定可以警醒地告诉自己，小心了，是我的某种情绪又被触发了。当我们通过这样对身体的觉察，精准地识别出了一种或者几种正在自己体内流动的情绪以后，我们就可以带着这份觉知去感受它们，去继续对这股能量投放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是愤怒，就去感受我们体内的焦灼、火热和心跳；如果是恐惧，就去感受身体的颤抖和蜷缩；如果是焦虑，就去感受这种无法静止和寝食难安。但是记住，无论此时我们的内在正在发生什么，请允许它在那里。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情绪时迈出的最关键、最重要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一大步。完成以上的身体觉察以后，就立刻通过全然专注的深呼吸，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安放在自己的身体上，安放在当下。我们要养成这个随时回到呼吸、回到身体的习惯，这会让你的内观和修行更顺利地进行下去。大家要注意，在觉察情绪的过程里，回避一切具有贬低性的标签。要知道，情绪只不过是一种能量，我们无需去定义它，我们给它们起了不同的名称，也只是为了能更好地分辨和观察，但是并非定义。定义就意味着已经被卷入其中。我们对情绪的任何定义评判，都会影响和破坏对情绪的关照。因为评判即对抗，一旦开始对抗，就会失去了观察，那么我们就再也无法觉知到它是如何运行的了。另外，也不要纠结于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情绪反应，因为一旦你想要弄清楚这一点，就会立刻卷入头脑，针对当下情况而自编自演的故事里。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大家看似一大堆的所谓的观察，其实已经演变成了对于自己为何会产生情绪的分析。这时候其实就已经陷入头脑了。这些分析和描述其实都是内观的阻碍。当我们在说起自己为何会有情绪时，之所以能言之凿凿，认为一切都是客观而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不断给头脑的无意识思考提供能量。记住，永远都不要去听头脑如何告诉我们现在情绪的成因，因为这些都是向外的。我们要做的是看见故事以外的真相，
那就是此刻，我们正在认同着那个小我的无意识反应，它又是如何正在感到自己受到伤害、威胁或者损失的，或者又是如何感到不满足了。与其卷入头脑之中，成为一个小我而不自知，我们倒不如去好好享受一番头脑的表演，就这么安静地看着我们的头脑喋喋不休地围绕着当前的情况所编造和讲述的所有故事，和那些听起来都无比合情合理的理由，你就当自己正在看电影，或者正在看着别人头脑的运作。但是一旦你成为那个观察者，你就会看清楚自己的头脑是如何控制不住它，自己是如何立即要设想一个最糟糕的情况，然后借着指责他人或者指责自己，把自己身体中的那些被自动化触发的反应都合理化地归结于他人或者自己的错。此时你要注意到头脑的一个强烈惯性，那就是它会通过不断地诠释事实来助长你的情绪，它会一直在唠叨你为什么会难过，为什么会痛苦。你不妨回头看看，正处在情绪中的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呢？当你成为某个小我的观察者，或者成为他自导自演故事的观众，那么你就和他成功地剥离开了。你知道，那个小我正在对你讲述和表演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他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种观察，让自己逐渐地从对头脑的合理化解释的认同中脱离出来。而我所告诉大家的这些心法，实际上只是在引领着你一步一步地去单纯的不带任何评判的承认这只是头脑而已。当你能通过如是的关照，彻底看清楚了自己的头脑是如何在各种被触发反应的场合、环境和发生之下，一次次地上演着如出一辙的精彩的故事，以后你就会对那几个经常跳出来支配你，让你完全认同于他们，认为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就是这个世界所真实发生的。最顽固的小窝从此都保有警觉和觉知，你完全可以给这些顽固的小窝都起上一个形象生动的名字，比如会自动化联想悲观结果的小窝，随时认为别人正在针对自己的小我，害怕未知和不确定的小我，追求存在感的小我，自动和别人比较的小我，活在别人眼里的小我等等。不管你给他们起了什么样的有意思的名字，要记得我们的目的永远都是为了在第一时间保持对这个狡猾的小窝的觉知，要立刻意识到有一个狡猾的小窝正躲在二元对立的评判背后，试图随时支配我们，代替我们行使掌管注意力焦点的权利，代替我们活着。经过了一段时间这样的对情绪的关照练习以后，相信你慢慢就可以做到从情绪的痛苦中将注意力再次转移到觉知身体的反应上，让自己重新拥有感受当下，感受在身体内部真实发生的能力。到那时，你就会看到情绪其实只是在你身体内上下窜动的能量。当你能首先承认情绪就在这里，并且还能真切地去感受到这股在你体内流动着的能量，然后像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对着显微镜全然地去观察探索一般，做到了对它不带任何评判、不贴标签的，只是去看去关照，而不是沦陷于头脑编织的故事当中时，你便会开始享受这些能量了。
你会随即发现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那就是当你能看到身体的反应，允许情绪存在，并且还能一反常态的去和在你内在所发生的一切合作，不抗拒，甚至有时候你还能去享受这一切时，它竟然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化。所以最好的情绪处理就是如实看见情绪，并承认情绪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情绪也是无所不在的生命之力的呈现。风来雨来云也来，这都是大自然的生命色彩，你可以仰望，可以观赏，觉知到那自然的整体，生命之力正在透过你表达它自己。开悟的人看到情绪的本质也是一，他和他的情绪是不是合一，是一个整体的生命，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他怎么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呢？除非你用头脑把自己的情绪割裂了出去。你不要自己的情绪，如同讨厌一个不喜欢的自己；你驱逐自己的情绪，如同抛弃自己内在的孩子。这就是痛苦和伤害。理解情绪的本质，情绪的风和雨与生命同在，它原本存之于你，并最终由你的观念驱动而来。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放下你对情绪的评判和偏见，还情绪之本。佛陀独坐菩提树下苦思6年，他在思考什么呢？思考人生为何有苦，思考苦来自哪里，思考苦要如何窒息。这3个问题呢，可以说呢，从古至今一直困扰着我们。我就用佛陀思考出来的答案呢，为大家用大白话来解释。以下离苦得乐，想要远离痛苦，你就得先了解什么是痛苦。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呢，都在想办法逃离痛苦，追求快乐，但是几乎很少有人能真正的了解什么是痛苦。痛苦呢，并不是一种什么物质，你也不可能在物质的世界中找到痛苦这种东西。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痛苦应该是某种负面的情绪，或者是感受，比如无聊、郁闷、悲伤、疼痛等等。然而，你也无法在外在的世界中找到无聊、郁闷、悲伤、疼痛这样的东西，它们只存在于你的心中，并且它们就是你的内心制造出来的。佛陀说，一切苦产自于我们的心，心是所有痛苦的起源。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痛苦的制造者。有人可能会说，我的痛苦是因为这个社会太糟糕，或者是某个人说了我不喜欢听的话，让我感到了悲伤痛苦。我们从最基本的底层来分析一下，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是通过感官来实现的。在感官的领域，你只是通过眼睛或耳朵接收了一些视觉或听觉上的信息而已。这些信息本来就只是信息，没有多余的意义。只不过你的意识，准确地说，应该是潜意识，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赋予了它们某些意义，打上了或好或坏的标签，进而产生了不同的情绪或者感受。举个例子，2个人在赌钱，一个人输了10万块钱，另外一个则赢了10万块钱。赢了的人欣喜若狂，输了的就难过万分。这2人在同样的地点，经历同样的时间，参与同一件事情，听到同样的声音，看到差不多的东西，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情绪。造成这种巨大差别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意识不同，或者说是内心的不同。这导致了
他们在处理几乎同样的信息时，却输出了完全不同的情绪。说到这，不知道你对痛苦的本质是否有了一点点的了解？接下来呢，要进入更难理解的阶段。关于痛苦的本质，绝大多数人都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我之前说过，信息在进入意识之后，通过处理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打上或好或坏的标签，产生了不同的感受。有些感受让你觉得痛苦，而有些感受则让你感到快乐。但是你没能想到的是，真正让你感到痛苦的，其实并不是疼痛这类感受，或者悲伤这类情绪本身，而是潜意识对疼痛或者悲伤所做出的某种抗拒性的反应。这些反应有不同的叫法，通常被称为习性反应、习气或者业习。这里面的习就是重复的意思，意指当他接收到某个信息之后，就会被触发重复这一过程。当你产生了一些被标记为坏的感受时，潜意识就会产生一种抗拒的反应，用来迫使潜意识远离或者消除这些被标记为坏的感受。这个就是贪嗔痴中的嗔。比如身上产生了痒的感受，这个痒会被标记为坏的感受，于是针对这个痒产生了抗拒的反应。这个抗拒的反应会迫使你的主观意识去挠痒，从而消除这个感受。而当产生了一些愉悦的感受时，由于潜意识将这些感受标记为好的感受，所以潜意识会对这些感受产生一种迫使主观意识去获得更多的反应，比如常见的上瘾行为以及各种各样的欲望，就是因为这样的反应造成的。这就是贪。佛家在讲如何离苦时，基本上都在说去除贪嗔，而没有说如何让你更舒服，减少疼痛感受的产生，也没有说要给你打打鸡血，多产生一些积极正面的情绪，因为那些都不重要，贪嗔才是关键。只不过由于贪嗔隐藏在各种感受和情绪的背后，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看清它们的本质。贪和嗔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两种相反的状态，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它们都在试图控制潜意识，以达到某种目的。而这种对于显意识的控制，本质上就是一种束缚，而这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也是痛苦的真正本质。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地追逐各种愉悦的感受，逃离痛苦的感受，但其实无论是哪一种感受，都只是潜意识操纵你的陷阱而已。说到这，你可能会说，疼痛那样的感受是痛苦，我能理解，但是愉悦的感受也是痛苦，我就不太能理解了。确实，对于这样的说法，绝大多数人都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他们一生都没有体会过跳出陷阱的滋味，没有体会过真正的乐。这样的乐，甚至很难在平常的语言中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因为几乎很少有人体会过，更没什么人能理解，自然就缺乏相关的表达。对于跳出陷阱的解脱者而言，世俗的所有快乐和痛苦都是痛苦，只不过是一个糟一个更糟而已，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面对不同境遇时，心生好坏分别，当我们面临情境时，只要感受到好不好或不知道，都是现在或未来的苦因。好即生乐受，坏即生苦受。
不知道即生不苦不乐受。然而，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是痛苦的原因。苦受是现在即刻的苦，乐受是未来的苦。因为好会变坏，年轻会变老，变异之后便成为未来的苦。不苦不乐受是现在到未来之间的苦。佛家经常提到众生无明，众生皆苦这样的说法。众生为什么无明？是因为不懂逻辑，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又或是不懂什么科学技术吗？都不是众生无明，是因为他们陷入潜意识的陷阱之中，被潜意识操纵而不自知。众生皆苦，那是因为潜意识对本我的操纵，这是痛苦的根源。佛家呢有这么一种描述，叫觉醒解脱，也就是无我，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描述。所谓觉醒，就是意识到你的潜意识不是，你能够看穿潜意识的陷阱。所谓解脱，就是摆脱潜意识对本我的种种束缚，实现真正的自由。